9月24日，中国金融界的三大巨头集体亮相，央行行长潘功胜、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和证监会主席吴清拍牌座，抛出了一系列所谓的重磅救市政策。这阵仗简直像是要把所有法宝都祭出来啊！但是再也要跟大家说，这恐怕是在用纸糊的大炮打经济寒冬呢。先来看看这些所谓的重磅措施到底有多重。降准0.5个百分点，向市场注入1万亿流动性。听起来很吓人是不是？可再也给大家算笔账，这点钱根本不够塞牙缝的。就拿房地产行业来说，市场上烂尾楼比比皆是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高达数十万亿，这1万亿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啊！更离谱的是，他们还说年底前可能再来一轮0.25到0.5个百分点的降准，这是要把水龙头拧到极限啊！可问题是，现在中国经济缺的是水吗？根本不是，是整个经济大坝都已经千疮百孔了，你往里面灌再多水，不还是会从裂缝里流走吗？再来瞧瞧他们的房贷新政，存量房贷利率平均降低0.5个百分点，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5%降到15%，这是把房地产当成了救命稻草啊！可再也要告诉大家，这根本就是对牛弹琴。现在的问题不是房贷利率高不高，而是老百姓压根就不敢买房啊！你把利率降到0，人家也不敢碰啊。为啥不敢买？因为中国经济已经烂到骨子里了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 GDP 增长连5%这个小目标都悬了，政府被逼到墙角，不得不使出杀手锏。你看，央行从前几年的高冷范儿，一下子变成了不要命的放水大户，降息、降准、降首付不说，还要搞什么平准基金，动辄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往里砸，这哪是救市啊，简直是在赌国运。更吓人的是，据说这次的政策是在48小时内火速拍板的，有知情人士爆料，高层这段时间频繁开小会，最后是因为某个沿海大省猜测是广东的官员敲响了警钟，说再这样下去 GDP 目标就要泡汤了，这才急匆匆出台了这套组合拳。这说明啥？说明中国经济已经糟糕到了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地步啊！有传言说，高层给出了死命令，必须在国庆前把所有能用的招数都用上，无论如何也要确保今年 GDP 增长5%。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 GDP 数字好看了，老百姓的日子就能好过吗？现在的中国物价飞涨，就业困难，年轻人连脱单都成了奢望，你光把 GDP 数字搞上去有什么用？更可怕的是，有消息称中国的核心经济智囊团可能已经被换掉了。为啥？因为他们严重低估了经济下行的速度。现在新的团队正在拼命想办法挽回局面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已经乱了方寸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有专家指出，这次的救市方案标志着中国正式告别了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政策，转而大举加杠杆。说白了，就是想通过中央政府举债来改变资产负债表，进而影响老百姓的预期。可这种做法能解决根本问题吗？显然不能，这只会让中国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，从通缩直接跳进滞胀的深渊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次的政策很可能是在房地产救市失败后的无奈之举。他们想通过刺激股市来提振整体经济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想想看，一个靠炒房支撑的经济体，现在连房地产都就不活了，还能指望啥？对股市来说，这次政策短期内肯定会有刺激作用，中期可能还能撑一撑，但长期来看绝对是没戏的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这次的政策不过是在制造一个泡沫，让大家产生经济好转的错觉，
实际上只是在往后推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这次的政策给了资本市场的玩家们一个天大的套利机会。这又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又是一次让权贵们捞金的盛宴，而普通老百姓只能在一旁看着干瞪眼。你看 A 股市场一开盘就是满堂红，可问题是涨的都是些什么股票？不都是些大型国企和垄断企业吗？普通老百姓能从中分到一杯羹吗？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次的政策并没有触及任何实质性的改革。这说明啥？说明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，只是在用更多的债务来掩盖问题。这就像是在用更烈的酒来解酒，最后只会醉得更厉害。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，比如产能过剩、创新不足、人口老龄化等，哪一个是靠放水就能解决的？有专家分析说，这次的政策本质上是把货币政策用到了极限，然后把皮球踢给了财政部门。可问题是，财政部门一直都没有大动作，而且跟央行之间还有矛盾，互相推诿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完全是在走一步看一步，根本没有长远规划。你看，一边是央行疯狂放水，一边是财政部门按兵不动，这不是左手右手打架吗？再也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，这次的政策说白了就是一边疯狂放水，一边想办法把水引导到股市去。股市就是个虚拟经济，他们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可是这种做法能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吗？显然是不能的。你看现在的实体经济有多惨，中小企业倒闭潮此起彼伏，就业市场一片萧条，这些问题靠炒股票能解决吗？而且这次放水的时机选在美联储降息之后，俨然是要跟着全球降息的节奏走。据说后面还有更大规模的放水计划，什么10万亿刺激方案的传言满天飞，这不是要把中国经济往悬崖边上推吗？你想啊，全球经济本来就不景气，中国还要大规模放水，这不是在火上浇油吗？还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，政策的时机选择到底有多重要？想想2022年冬天突然全面放开防疫措施，如果提前1年，在奥密克戎刚爆发时就这么做，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？同样的，这次的经济政策如果早个1年出台，效果会不会更好？可惜中国的决策层似乎总是慢半拍，等到问题严重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才出手，这不是在被动挨打吗？总的来看，中国政府似乎还在固守老路，就像之前迟迟不肯出台刺激措施一样，非要等到山穷水尽才开始救火。现在虽然开始大刺激了，但还是没有触及根本的制度和产权问题。这不就是在年迈之时强行嗑药吗？能撑多久？你看现在的中国经济，产能过剩严重，创新动力不足，人口红利消失，这些深层次问题靠放水能解决吗？更可怕的是，这次的政策很可能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。你想啊，放水最后流向哪里？不就是那些有能力炒股炒房的富人手里吗？而普通老百姓呢？面对越来越高的物价，工资却涨不上去，生活只会越来越艰难。这不是在制造社会矛盾吗？还有人说，这次的政策是在为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铺路。可问题是，明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可能比今年还要糟糕。国内需求持续低迷，出口增长乏力，投资信心不足，中国经济还能靠什么支撑？恐怕是难上加难啊！最后，再也要郑重提醒大家，这次的大放水政策简直就是在玩火，它可能会带来短暂的经济回暖假象，但从长远来看，风险实在太大了，中国经济的前景恐怕会越来越黑暗。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的病人，医生不去治疗根本病因，
而是不断给病人打兴奋剂。病人可能会暂时感觉好一些，但病情只会越来越重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病人彻底垮掉啊！所以再也要告诉大家，未来的日子可能会很难过，物价可能会持续上涨，就业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，社会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。我们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？只能是未雨绸缪，多存些钱，多学些技能，为将来的艰难日子做准备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经济分析就到这里。大家觉得中国经济还有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